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记。前段时间有朋友在我的频道里留言，希望我介绍一下星舰和 SLS 的区别。本来我想在我的读评节目里把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向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就完了。可是后来我在整理资料的时候才发现，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其实还是挺大的，需要专门做一期节目来介绍。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星舰和 SLS 的区别。可能有朋友会奇怪，什么是 SLS？SLS 是 Space Launch System 的英文缩写，是 NASA 用于取代航天飞机的下一代太空发射系统。要介绍 SLS， 就必须得了解一下它的前辈航天飞机。SLS 就是在航天飞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航天飞机系统，它主要是由轨道器、外燃料柱箱和位于两侧的固体火箭助推器组。屏幕上白色飞机状的物体呢，就是轨道器。大家需要在这儿注意一下，轨道器尾部三个白色的圆面，就是三台 RD-25液氢液氧主发动机的喷管。在航天飞机的发射过程中，这三台发动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位于上方的主发动机喷管两侧还有两个小的喷管，这是两个 OMS 轨道发动机的喷管。轨道器在进入轨道之后，主发动机是不工作的。推动轨道器在轨道上进行机动的主要动力来源，就是源自于这两台轨道发动机。在这儿大家还要注意一点，就是由于轨道器是可以重复使用，所以不管是三台 RD-25发动机还是两台 OMS 轨道发动机，都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在轨道器的下方，橙色的冠状的物体呢，就是外燃料柱箱。在航天飞机的发射过程中，轨道器的主要燃料来源就是外燃料柱箱。当轨道器进入轨道之后，外燃料柱箱才会被丢弃。在外燃料柱箱两侧，白色锥顶圆柱状的物体呢，就是两个五段式的固体火箭助推器。从航天飞机发射到起飞2分钟左右这段时间，主要的推力都来自于固体火箭助推器。航天飞机1981年4月份首飞，它是第一个可以部分重复使用的航天器，也就是它的轨道器是可以重复使用的。航天飞机的额定成员是7人，起飞质量是2030吨，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是27.5吨，这在当时是非常大的。2011年7月，航天飞机执行了最后一次飞行实验任务。在整个服役期内，航天飞机一共执行了135次飞行任务，曾经出现2次重大事故。第一次是1986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发射的过程中发生了爆炸，造成了7名宇航员的死亡。第二次2003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返航的途中发生了解体，造成了7名宇航员的死亡。正是因为这2次重大事故，导致 NASA 决定为航天飞机寻找替代产品。在执行完2011年7月的最后一次飞行任务之后，航天飞机就退役了。本来 NASA 研制航天飞机的目的是希望通过重复使用来降低发射成本，但事实上 NASA 的这个目标并没有达成。2011年，航天飞机的单次发射费用达到了16.4亿美元，对比前2天刚刚退役的联合火箭发射联盟的重型德尔塔4运载火箭的3.5亿美元，16.4亿美元的航天飞机显然并不便宜。航天飞机退役之后， NASA 立即推出了 SLS 的设想。SLS 大量的继承了航天飞机的成熟技术，它的新一级使用的4台 RD-25发动机就是航天飞机的轨道器的主发动机，它的固体火箭助推器也是在航天飞机的5段式固体火箭助推器的基础上改进的。SLS 的第一次飞行实验是在2022年执行阿特米斯1任务。根据预计，2025年阿特米斯2任务时， SLS 将进行第2次飞行实验。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一个 SLS Block 1的组成。
我之所以说 Block One 是因为 SLS 后来还推出了 Block One、Block One B 以及 Block 2等多个版本，现在我们使用的还都是 Block One 的版本。我们看左侧这张图，位于图片上方的是 SLS 的逃逸塔，在逃逸塔的下方就是猎户座飞船，在猎户座飞船的下方就是临时上面级，临时上面级的下方是级间段，然后再下方是直径 8.4 米的新一级，在新一级的两侧就是两个5段式的固体火箭助推器。这两个5段式的固体火箭助推器的长度呢是54米，直径呢是 3.7 米，单个助推器的起飞质量就达到了730吨，单个助推器的推力是1490吨，两个助推器的推力就达到了2980吨。在新一级方面，新一级的长度是65米，直径是 8.4 米，起飞质量是1073吨，安装了4台 RD-25 发动机，每台发动机的推力是190吨，4台的总推力是780吨。在新一级的上方的临时上面级，长度是 17.3 米，它的直径是5米，起飞质量是 32.1 吨，安装了一台 RL10B-2 液氢液氧发动机，单发动机的推力是 11.8 吨。介绍完了 SLS，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什么是星舰。星舰是 SpaceX 公司开发的一种可以完全重复使用的重型运载火箭。2017年9月首次对外公布，投入使用后的星舰将会取代现在的猎鹰9、重型猎鹰以及龙飞船等运载工具，执行近地轨道、同步轨道上的任务。另外，星舰也可以完成载人登月以及载人登陆火星的任务。2023年4月20号，星舰进行了首飞；11月18号，星舰进行了2飞；2024年3月14号，星舰进行了3飞。根据预计，2024年5月，星舰还要进行第4次飞行实验。刚才我们介绍了 SLS Block One 的组成，那么现在呢，我们也看一下星舰的组成。大家可以看一下屏幕，星舰主要是由黑色的星舰飞船和下方的超级重型助推器组成的。屏幕上非常清晰地显示了使用筷子将星舰飞船和超级重型助推器进行对接的一个过程。那么超级重型助推器它的长度是71米，直径是9米，起飞重量大约是3600吨，超重的总推力达到了7590吨，安装了33台海平面版的猛禽2液氧甲烷发动机。而位于上方的星舰飞船，它的长度是50米，直径是9米，起飞质量大约是1400吨，它的推力达到了1500吨，安装了3台海平面版的猛禽2液氧甲烷发动机和3台真空版的液氧甲烷发动机。我们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左侧的就是超级重型助推器底下这33台发动机。我们可以看到这33台发动机总共分成了3个圈，最内圈是3台构成一个三角形，然后中圈是10台，外圈是20台发动机。在这33台发动机中，中圈的10台和内圈的3台发动机安装有伺服机构，可以摆动，而外圈的20台发动机是不能进行摆动的固定喷管。在屏幕右侧的这张图呢，反映的是星舰飞船底部发动机安装的情况。我们看到3个小的喷管是3个海平面版的猛禽发动机的喷管，而3个大的喷管呢是3个真空版的猛禽发动机的喷管。下面我们就把 SLS 和星舰来进行一下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屏幕， SLS Block One 的高度大约是98米，而星舰现在的高度是121米。SLS 的新级的直径是 8.4 米，而星舰的直径是9米。现在大家在屏幕上看到的是 SLS 和星舰的一些基本情况的对比。在这张表格里，我们重点注意的是，到2021年 SLS 就已经投入了230亿美元的研制经费，而 SLS 的首飞的花费更是多达21亿美元。虽然现在我们并不知道星舰的研制成本是多少，也不知道它目前的发射成本是
是多少。但是马斯克曾经多次表示星舰未来会非常便宜。在4月7号的马斯克在 Starbase 进行的演讲过程中，马斯克甚至说未来的星舰的单次发射成本有可能降到200到300万美元。下面的这个对比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星舰和 SLS 的一些总体参数之间的差别。我们可以看到 SLS 其实是一个 2.5 级火箭，而星舰则是一个典型的2级火箭。在高度方面，载人版的 SLS Block 1它的高度是98米，货运版的是120米，而星舰呢是121米。在直径方面， SLS 的新级直径是 8.4 米，而星舰的直径呢是9米。起飞质量方面， SLS 载人版的起飞质量大约只有2500吨，货运版的质量也只有2590吨，而星舰的起飞质量则接近5000吨。在运载能力方面， Block 1版的 SLS 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只有95吨，而 V1 版星舰的运载能力却能达到100到150吨。现在屏幕上的表格显示了星舰的一级和 SLS 一级之间的区别。我们最重要的是看位于表格下方的推进剂的加注量、总推力以及是否能重复使用。SLS 一级的推进剂加注量是988吨，而星舰的一级推进剂加注量是3400吨。SLS 的一级总推力只有780吨。换句话说， SLS 一级火箭如果不依靠助推器是无法将自己发射升空的，而星舰的总推力达到了7590吨。另外更重要的是，虽然 RD-25 发动机是可以重复使用的，但是 SLS Block 1火箭是不能重复使用的，而星舰的一级是可以重复使用的。现在大家从屏幕上看到的表格呢是2级的对比，在这儿呢也是重点我们关注一下推进器的加注量、总推力以及重复使用。我们可以看到 SLS 的推进剂加注量只有 28.5 吨，而星舰的推进剂加注量则达到了1200吨。在总推力方面， SLS 只有 11.8 吨，而星舰则达到了1500吨。在重复使用方面， SLS 仍然不可以重复使用，而星舰飞船是可以重复使用的。以上这几点都能看出来，星舰对比 SLS 具有非常巨大的优势。那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主发动机的对比。大家在屏幕上现在看到这个 Raptor 就是猛禽 RS-25 就是用于 SLS 的主发动机。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行价格，一台猛禽发动机的单价小于200万美元。我这个表格还是比较早的一个表格，现在据说猛禽发动机的单价已经降到了100万美元以下。而 RS-25 发动机的单价，它这里写的是5000万美元以下。我还查到一个数字，说是2000到2500万美元。即使是按照2000万美元来计算， SLS 的一级安装了4台 RS-25 发动机就需要8000万美元，而安装33台猛禽发动机的超级重型助推器，在发动机上面的花费是不到6600万美元。在重复使用上面，星舰的猛禽的重复使用次数可以达到50次， RS-25 发动机它的重复使用次数是19次。在单位推力的花费上，每产生1000牛推力，猛禽发动机需要消耗约20美元，而 RS-25 发动机每产生1000牛的推力需要消耗1414美元。所以从这些数据上来看，猛禽发动机对比 RS-25 发动机具有相当的使用性上的优势。前面做完了两个之间的对比，那我们来看一下 SLS 火箭未来的发展方向。我前面也已经提到， SLS 未来会出现 Block 1、Block 1B 和 Block 2三个不同的版本。那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位于最左侧的就是 Block 1，它分载人型和货运型。 Block 1旁边就是 Block B， 我们明显的可以看到，对比 Block 1， 那么 Block B 它的2级加粗了，并且呢火箭整个总高
加长了。这就是 Block B 相比于 Block 1的最重大的变化，它等于把2级的临时上面级改成了一个新研制的上面级。原来临时上面级的直径是5米，而新的上面级直径和新一级是一样的，也是 8.4 米，因此它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会得到加强。Block 1B 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能达到110吨。在 Block 1B 旁边就是未来在阿特米斯5任务以后将使用到的 Block 2版的 SLS 火箭了。Block 2版的 SLS 火箭是在 Block 1B 的基础上更换了新型的固体火箭助推器而得到的。新的固体火箭助推器具有更大的推力。在这种情况下，使得 Block 2版的 SLS 火箭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能达到130吨。刚才介绍完了 SLS 的未来发展方向，那么我们也来看一下星舰的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可以把星舰未来的发展方向称之为 V1、V2、V3。大家现在在屏幕的右侧看到的这3个不同的星舰，从左到右就是 V1、V2、V3 版的星舰。我们可以看到，在有效载荷方面，那么 V1、V2 版的星舰基本上是100吨到150吨左右的这个能力。而到了 V3 版的星舰，它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将超过200吨。然后，另外我们再看一下飞船的推力。我刚才说，星舰飞船的推力大约是1500吨。在第3次飞行实验的时候，当时的星舰飞船的推力是1200吨。而到了 V2 版的星舰，它的推力就会达到1600吨。到了 V3 版的星舰，飞船的推力将会达到2700吨。这些数据都在表明，星舰也是在不断的快速迭代的。刚才介绍了 SLS 和星舰的未来的方向，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2个产品的一些应用场景。SLS 火箭呢，主要还是用于载人的，部分可以执行货运，但是一般情况下 SLS 是不太适合执行近地轨道任务的，主要还是因为它高昂的发射成本。介绍完 SLS 的未来的应用场景，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星舰未来的应用场景，这就非常多了。星舰的话，第一个可以用来发射它的星链卫星，第二个可以进行载人的观光，第三个就是屏幕上左侧这张图，月球着陆器，第四个就是载人登陆火星，右侧这张图。除此以外，星舰还可以作为游船，在太空为其他的航天器进行推进剂的加注。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在阿特米斯任务中 SLS 火箭和星舰的合作。位于左侧的 SLS 火箭将负责输送宇航员到月球轨道，而位于右侧的星舰将负责研制月球着陆飞船。当宇航员乘坐猎户座飞船进入月球轨道之后，和等候在那里的星舰着陆飞船进行对接。宇航员从猎户座飞船进入着陆飞船，然后乘坐着陆飞船登陆月球，完成月球的勘测任务之后，会再次乘坐着陆飞船返回太空与猎户座飞船对接，然后宇航员进入猎户座飞船返回地球。这是阿特米斯3、阿特米斯4任务的一个操作流程。在未来 NASA 会通过国际合作建设月球门户空间站。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未来月球门户空间站的一个摄像图。那在这里面有月球门户空间站，有猎户座载人飞船，还有天鹅座货运飞船，以及星舰登月飞船。这应该就是未来5到10年之内进行月球勘测的目标之一了。好，前面介绍完了星舰和 SLS 的一些情况，那我们来看一下星舰对比 SLS 到底都具有哪些优势呢？第一个就是运载能力。
V1 版、V2 版的星舰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已经都在100吨以上， V3 版星舰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更是超过了200吨。而作为对比， SLS Block 1版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只有95吨， Block 1B 版的也只有110吨，甚至到 Block 2版也只有130吨。在这方面 SLS 是完全无法和星舰进行比较的。另外就是发射成本， SLS 的单次发射成本已经高达了21亿美元，而星舰未来的发射成本肯定能够控制在5000万美元以下，甚至根据马斯克在 Starbase 的演讲，未来星舰的发射成本有望降到200到300万美元。在这么巨大的成本差距之下，星舰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第三点呢，就是应用范围。SLS 只适合进行深空探测、载人等这些高价值任务，而对于发射卫星、在轨推进剂补充这些任务， SLS 是无法完成的。相反，星舰从研制的初期就已经考虑到来执行这些任务，因此它的适用范围是要远大于 SLS 的。第四点就是生产能力了。星舰今年打算进行6次发射，这意味着星舰今年至少要生产6套产品，而 SLS 到2030年以前，它的生产能力最多也就是每年1套。第五就是发射能力了。SpaceX 目前正在博卡奇卡建设星舰的第2个发射基地，未来如果星舰进入批量化的生产阶段，还会有更多的发射基地，甚至海上的发射基地得到建设。而 SLS 只有位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的 39B 一个发射台。最后就是迭代速度。我们看星舰从2017年提出概念到2023年首飞，总共只经历了7年的时间。到2024年3月，星舰就已经进行了3次发射。星舰是不断的在更新迭代的。而看 SLS， 从2011年提出设想到2012年首飞，就用了11年的时间。原计划2024年进行的第2次飞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被推迟到了2025年。所以从迭代速度上来看，星舰对比 SL 也具有非常大的优势。总的来讲，星舰对 SLS 是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更重要的是， SLS 只是政府用来完成他们自己任务的一个产物，而星舰是真正可以为我们普通人、普通公司服务的一个系列化的产品。以上呢，就是我对星舰和 SLS 之间差别的一些理解。我掌握的资料可能不是特别全，难免怪一漏万。如果您有什么不同意见，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共同讨论。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